嘿，今天我們要來聊聊世界10大最危險的工作職業。這些職業危險到讓人腿軟，但收入也讓人心動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準備好了嗎？快來看看吧。第10名，建築工人。建築工人是城市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基石，他們每天在高樓大廈的施工現場辛勤工作，用汗水和努力塑造着現代都市的天際線。他們的主要任務包括搬運鋼筋、澆筑水泥、搭建腳手架以及其他與建築相關的體力和技術工作。他們就像城市裡的超級馬里歐，只不過他們手中的磚塊不是用來跳躍玩耍，而是重到足以压扁人的建築材料。建築工人的工作環境極其苛刻，尤其是在高空作業時，危險無處不在。他們每天在幾十層樓高的建築上晃來晃去，腳下就是萬丈深淵，稍有不慎就可能發生意外。在高樓上作業時，風一吹就像在玩高空盪秋千，腳底打滑或繩索未綁好都可能導致致命的事故。搬運鋼筋和水泥時，掉落的物體隨時也可能成為威脅。夏天更是辛苦，烈日如火球般炙烤，工人头頂酷暑仍需堅持作業。冬天寒風刺骨，手指凍得發麻，他們卻必須硬撐下去。此外，建築工地的噪音、粉塵和長時間暴露在戶外也對他們的健康構成威脅。他們的工作時間往往超長，一天10幾個小時是常態，體力消耗堪比跑一場馬拉松。建築工人的年薪大約為3萬美金，折算下來每天的收入不到100美金。對於如此高風險高強度的職業，這樣的報酬似乎與他們拿命換錢的付出並不成正比。在趕工期時，老闆往往催促加快進度，工人不得不冒險操作，進一步增加了事故發生的可能性。儘管有安全措施在工地逐漸普及，但由於管理不嚴或設備質量參差不齊，意外仍時有發生。建築工作不僅是體力活，更是技術活。工人需要精確的操作工具，確保鋼筋和水泥的位置分毫不差。同時，他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性，隨時應對突發狀況。這種對體力和耐力的雙重需求，使得建築工人堪稱用生命在蓋房子的群體。第9名，出租車司機和卡車司機。出租車司機和卡車司機是現代社会交通命脈的守護者，他們穿梭在城市和公路之間，将乘客和貨物安全送達目的地。他們可不是悠哉開車的代駕大叔，而是在馬路上跟死神玩碰碰車的勇士。每天面對川流不息的車流、複雜多變的路況，以及各種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，他們的工作充滿了挑戰和風險。無論是載客的出租車司機，還是長途跋涉的卡車司機，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技術和膽量支撐起社會的運轉。出租車司機和卡車司機的辦公環境就是他們的車，但這可不是舒適的辦公室，而是危機四伏的移動戰場。馬路上的意外防不勝防，超速的車輛、闖紅燈的行人、突然竄出的動物，都可能讓司機措手不及。尤其在城市高峰期，堵車和搶道更是家常便飯，一不留神就可能撞上。還有司機們經常需要連續開車數小時，甚至熬夜趕路，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公路，精神的像绷緊的弦，稍微鬆懈就可能出事。長期的疲勞駕駛不僅傷身體，還會降低反應速度，增加事故風險。還有在一些治安較差的地区，司機可能遭遇搶劫或暴力襲擊，比如出租車司機半夜載到怪客，可能會突然面對刀子或槍口。卡車司機在偏遠地区停車休息時，也可能被攔路搶貨。還有惡劣天氣，暴雨、大霧、暴風雪等極端天氣讓能見度低到幾乎為0，路面濕滑或結冰，開車就像在滑冰場上冒險。山路陡坡、隧道狹窄等複雜路況，更是考驗司機的技術和心理素質。出租車司機和卡車司机的年薪大約在4萬到6萬美金之間，具體收入取決於工作時長、地區和運輸類型。聽起來還不錯，但這錢可不是輕鬆賺來的。他們的工作時間完全沒規律，
今天早班，明天夜班，生活作息亂成一團，長期下來身體吃不消，腰痠背痛、頸椎病、高血壓等職業病找上門是常有的事，更別提精神壓力，時刻得提防事故，還要應付難纏的乘客或客戶。賺這份錢真的得有顆大心臟。開車看似簡單，其實需要高超的技術和超強的耐力。出租車司機得熟悉城市裡的每條街道，還要會隨機應變，應對堵車或突發狀況。卡車司機則需要掌握長途駕駛的技巧，比如如何在狹窄山路上操控幾十噸的龐然大物。他們的反應速度得像賽車手一樣快，判斷力得像棋手一樣準，還要隨時保持冷靜，哪怕前面突然衝出一輛車，也得穩住方向盤。此外，卡車司機還得會基礎的車輛維修，爆胎、引擎故障，這些問題得自己搞定，因為在荒郊野外可沒得叫救援。第8名，警察。警察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，他們肩負着維護治安、打擊犯罪、保護人民的重任。他們可不是只會在路邊喊停車檢查的交通阿北，尤其在高犯罪率地區或國家，他們簡直是犯罪現場的活靶子。從日常巡邏到追捕嫌犯，從處理家庭糾紛到對抗武裝分子，警察的工作內容繁雜且充滿危險。特別是在像墨西哥、巴西這樣治安動盪的地方，他們每天都在與死神擦肩而過，用勇氣和責任感捍衛城市的和平。警察的工作環境因地区而異，但在高危地區，危險係數直接爆表。在毒梟橫行或黑幫猖獗的地區，警察可能隨時捲入槍戰，子彈嗖嗖飛過，稍不留神就可能中彈。追捕嫌犯時，狹窄的巷子、複雜的街頭環境都可能藏着陷阱。還有些地區有恐怖襲擊、暴亂或抗議活動，讓警察成為攻擊目標。像墨西哥這樣的地方，毒販甚至會主動針對警察，報復行動讓他們的生命時刻懸於一線。警察需要隨時保持高度警惕，處理從交通事故到兇殺案的各種突發事件，長期處於緊張狀態，心理負擔重到像背了座山。夜班巡邏、暴雨中執勤、酷暑或嚴寒下站崗，警察得適應各種極端環境，有時候還得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獨自面對危險。警察的年薪大約在5萬美金左右，具體取決於地區和工作年限。這份收入聽起來還行，但跟他們每天面臨的生死考驗相比，真的有點拿命換錢的味道。在高危地區，警察不僅要面對身體上的風險，還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。長期的緊張狀態可能導致焦慮症、抑鬱症，甚至創傷後應激障礙。更別提他們回家後還得擔心家人被報復，睡覺都不踏實。這份薪水背後是無數個心驚膽跳的日夜。警察的工作需要綜合素質，是全能戰士的代名詞。他們得有扎實的體能，能追得上跑路的嫌犯，得有敏銳的觀察力，能從人群中發現可疑分子，還得有高超的應變能力，比如在槍戰中迅速判斷如何保護自己和市民。技術方面，他們需要熟練使用武器，掌握擒拿格鬥，甚至會處理複雜的案件調查。心理素質更是關鍵，面對危險時得冷靜如冰，處理糾紛時得耐心如佛。培訓雖然嚴格，但實戰中的壓力遠超課堂，稍有失誤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。第7名，戰地記者。戰地記者是新聞界的忍者，他們深入戰火紛飛的衝突地區，只為將真相傳遞給全世界。他們拿着筆、相機或麥克風，衝進槍林彈雨的戰場，記錄戰爭的殘酷、人民的苦難和歷史的轉折點。這可不是坐在空調房裡敲鍵盤的記者，而是冒着生命危險，用勇气和專業精神為世界發聲的英雄。無論是敘利亞的炮火、烏克蘭的戰壕，還是其他動盪地區的街頭，戰地記者總是站在最危險的第一線，只為讓真相不被掩埋。戰地記者的工作環境堪稱地獄級別，危險無處不在，挑戰接踵而至，槍聲、炮彈、無人機轟炸，戰地記者的工作地點就是死亡的舞台。
流彈不長眼，爆炸隨時可能發生，他們得在槍林彈雨中保持冷靜，拍照片、錄視頻、寫報道。在戰亂地區，記者常被武裝分子視為高價值目標，被綁架、扣為人質，甚至被處決的風險極高。尤其在極端組織控制的區域，記者的身份可能成為催命符。戰區沒有舒適的酒店，沒有乾淨的水源，甚至連一頓熱飯都奢侈。記者們得背着沉重的設備，睡在臨時帳篷或廢棄建築裡，忍受飢餓、疾病和極端天氣。他們還需要目睹戰爭的殘酷畫面，如平民傷亡、城市被毀。戰地記者的心理承受着巨大衝擊，許多人因此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，卻仍得咬牙堅持工作。戰地記者的年薪大約在6萬到8萬美金之間，具體取決於他們工作的媒體機構和任務的危險程度。這份收入看似不錯，但跟他們每天面對的生死考驗相比，簡直是用命換來的微薄回報。他們不僅要冒着生命危險，還要承受長期與家人分離的孤獨，背負心理創傷的沉重負擔。很多戰地記者並非為了錢，而是出於對真相和正義的執着追求，選擇了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。第6名，伐木工人。伐木工人是森林裡的硬漢戰士，他們的日常就是與參天大樹單挑，用電鋸和斧頭開出一片天。他們負責砍伐樹木、清理木材，為建築、造紙和家具行業提供原材料。別以為這只是揮揮電鋸的簡單活，伐木工人每天都在跟死神玩躲貓貓，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巨木壓成人形煎餅。從深山密林到陡峭山坡，他們的工作環境充滿了未知和危險，堪稱自然界的極限挑戰者。伐木工人的工作環境簡直是地獄模式，森林裡危機四伏，危險無處不在。砍樹時，判斷樹木倒下的方向需要精準的技術，稍有偏差，幾十噸的大樹可能直接砸下来，連跑的機会都沒有。死亡率高達1/127，這數字聽着就讓人腿軟。電鋸可不是玩具，失控或操作失誤可能直接傷到自己，斷手斷腳的案例並不少見。鋒利的鋸片加上疲勞作業，危險係數直線飆升。森林裡滿是陡坡、泥濘和樹根，稍不小心就可能摔倒或被绊倒。搬運木材時，崎嶇的山路更是讓每一步都像在踩雷。野生動物也繁多，像是熊、蛇、野豬這些森林房東隨時可能冒出來，冷不丁給你一記驚喜，嚇都嚇死人。伐木工人的年薪大約在4萬美金左右，換算下来一天賺不到150美金。這收入跟他們每天冒的生命危險相比，真的有點拿命換錢的感覺。工作強度超高，一天下來累得像被榨乾。長期高強度勞動還容易導致腰椎、關節等職業病，更別提偏遠的工作地點。很多人得在森林營地住上好幾周，跟家人聚少離多，生活單調的讓人抓狂。這份薪水背後是無數汗水和風險的堆積。伐木工作看似粗獷，其實需要高超的技術和驚人的耐力。砍樹不是隨便揮電鋸，得精確計算樹的倒向、風向和地形，確保樹木按計劃倒下。電鋸操作更是技術活，手要穩，眼要準，還要時刻注意周圍環境。心理素質也很關鍵，面對隨時可能倒下的巨木或失控的電鋸，得保持冷靜，不能有一絲慌亂。伐木工人還得學會基本的急救和生存技能，因為在深山老林裡出了事只能靠自己。第5名，商業漁民。商業漁民是海洋的捕獵者，他們駕駛漁船深入大海，捕捉魚類、螃蟹和其他海鮮，為全球的餐桌提供食材。別以為他們是悠閒釣魚的海邊阿伯，他們的工作更像是跟風浪和死神玩命懸一線的冒險遊戲。從驚濤駭浪的北極海域到狂風肆虐的太平洋，商業漁民每天都在與大自然抗爭。尤其在像阿拉斯加捕蟹這樣的高風險任務中，他們用命換取高回報，堪稱海洋裡的拼命三郎。
商業漁民的工作環境是地球上最惡劣的之一，充滿了致命風險。海上風暴、巨浪和暴風雪是家常便飯，尤其在阿拉斯加，浪高可達10多米，船晃得像過山车，隨時可能翻船。海水冰冷刺骨，落水後幾分鐘內就可能失溫致死。重達数百公斤的沉重漁網和捕蟹籠，操作不當可能纏住人，直接拖進海底。機械故障或繩索斷裂也可能導致嚴重傷害，甚至致命。漁民常連續工作幾天甚至幾週，睡眠嚴重不足，體力透支到極限。疲勞作業讓反應變慢，增加事故風險。遠離陸地的漁船就像孤島，出了事救援可能要等好幾天。醫療條件幾乎為零，小傷小病都可能惡化成大問題。鯊魚、海蛇或其他大型海洋生物可能攻擊漁船或漁民，尤其在拖網時，意外被咬傷的風險不小。數據表明，商業漁民的死亡率極高，尤其在阿拉斯加捕蟹行業，死亡率可達10萬分之300以上，遠超其他職業。這份工作簡直是拿命在拼。商業漁民的收入相當可觀，特別是在高風險任務如阿拉斯加捕蟹中，短短5天可能賺到10萬美金。但普通漁民的年薪通常在5萬到8萬美金之間，具體取決於捕撈種類、地區和任務時長。這錢可不是白拿的，高收入背後是極高的生命風險和身體損耗。漁民常年泡在海上，濕冷的環境容易導致關節炎、皮膚病等職業病。長期與家人分離，孤獨感也讓心理壓力倍增。這份薪水是用汗水、淚水甚至生命換來的。商業漁民需要的是全能選手的本領。技術上，他們得精通駕駛漁船、操作漁網和捕蟹籠，還要會修理船上設備，因為海上壞了機器只能靠自己。捕魚需要精準判斷魚群位置，捕蟹則要了解蟹群習性，稍有失誤就可能顆粒無收。心理素質更關鍵，面對滔天巨浪和未知危險，得保持冷靜，稍有慌亂就可能釀成大禍。漁民還得具備基本的急救和求生技能，比如如何在落水後保暖，如何發送求救信號，這些都是救命的本領。下次吃海鮮時，不妨想想那些在海上拼搏的漁民，給他們點個大大的讚吧。第4名，礦工。礦工是地底的探險家，他們深入地下数百甚至上千米，挖掘煤炭、金屬礦石和其他資源，為能源和工業提供命脈。別以為他們只是挥鍬挖土的工人，他們的工作更像是每天跟死神 say hi 的極限挑戰。從狹窄的礦井到高溫高濕的環境，礦工在黑暗中與危險共舞，為我們的電力、建築和製造業默默付出。尤其在像中國這樣的礦業大國，他們的職業風險高到讓人心驚膽跳，堪稱地獄級的工作。礦工的工作環境簡直是地下迷宮的噩夢版，充滿了致命威脅。礦井裡經常積聚的瓦斯也稱甲烷，像隱形炸彈，一點火星就能引發大爆炸，瞬間吞噬生命。爆炸不僅致命，還可能引發連鎖火災或坍塌。頭頂的岩石和泥土隨時可能崩塌，把人埋在地下。救援往往需要數小時甚至数天，生存希望渺茫。煤塵和岩塵彌漫在空气中，吸入後容易導致塵肺病，這是一種不可逆的職業病，讓人痛苦不堪。地下礦井溫度常高達40度以上，濕度大到衣服永遠濕噠噠，像是蒸桑拿但沒得休息。長時間在這種環境下，身體容易脫水或中暑。礦井通道狹窄到只能爬行，工人得背着重裝備在黑暗中挪動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卡住或受傷。在中国，礦工的年死亡率高達11%，比美國高出100倍。這數字背後是無數家庭的悲劇。即便在安全措施較好的國家，礦難仍時有發生，危險從未遠離。礦工的年薪大約在3萬到5萬美金之間，具體取決於地區、礦種和工作強度。聽起來還行，但這錢真是血汗錢。
礦工每天得在地下工作8到12小時，體力消耗像被榨乾，長期暴露在粉塵和高溫中，塵肺病、關節炎、聽力損失等職業病幾乎是家常便飯。偏遠礦區的住宿條件也很差，工人常擠在簡陋宿舍裡，離家千里，生活單調又孤獨。更別提每次下井都可能是一場有去無回的旅程。這份薪水是用健康甚至生命換來的，性價比真的低到讓人心酸。礦工的工作不僅是體力活，更是技術活，他們得學會操作複雜的鑽機、爆破設備和運輸機械，確保挖掘效率和安全。爆破作業尤其需要精準，炸藥量多1分少1分都可能引發事故。礦工還得熟悉地質知識，判斷岩層穩定性，避免塌方。體力上，搬運礦石、爬行通道、灰鍬挖掘，每項任務都像在挑戰體能極限。心理素質更關鍵，黑暗、封閉和隨時可能的危險讓精神高度緊張，像拉滿的弦，稍有鬆懈就可能出大事。礦工還得掌握急救和逃生技能，比如如何在瓦斯泄漏時迅速撤離，或在塌方後自救。這些技能都是救命稻草，缺一不可。第3名，排雷兵。排雷兵是戰場上的人肉拆彈機，他們的任務是清除地雷和未爆彈，為部隊和平民開闢安全通道。他們每天在雷區裡用探雷器和雙手與死神博弈。別以為這只是找地雷然後挖出來的簡單活，排雷兵需要極高的技術、專注力和勇氣，稍有失誤就可能嘣一聲粉身碎骨。無論是戰後重建地區還是衝突前線，排雷兵都在用生命守護他人安全，堪稱無聲的英雄。排雷兵的工作環境是真正的死亡地帶，危機四伏，挑戰極端。地雷種類繁多，有壓力觸發、半線觸發，甚至遙控引爆的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爆炸，一次失誤，命就沒了。雷區通常在戰後廢墟、荒野或叢林，地形複雜，泥濘、碎石、雜草讓探雷難度倍增。高溫、暴雨或沙塵暴更是雪上加霜。在衝突地區，排雷兵可能遭到狙擊手或武裝分子的襲擊，他們不僅要防地雷，還要防子彈，壓力大到爆表。雷區往往偏遠，出了事救援隊很難及時趕到，受傷後止血和急救全靠自己，生存希望渺茫。統計數據顯示，排雷兵的死亡率極高，尤其在戰亂地區，平均每清除1000枚地雷，就可能有1到2名排雷兵受傷或死亡。這份工作簡直是拿命在拼。排雷兵的年薪大約在5萬到7萬美金之間，具體取決於國家和任務的危險程度。這收入看似不錯，但跟他們的付出相比，簡直微不足道。他們每天都在雷區裡走鋼絲，不僅身體疲憊，心理壓力更是大到讓人崩潰。長期遠離家人，住在簡陋的營地，生活單調得像坐牢。更別提每次任務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，這份薪水是用命換來的，普通人想都不敢想。排雷兵是技術與勇氣的完美結合。技術上，他們得精通各種地雷的結構和引爆機制，學會使用探雷器、拆彈工具，甚至機器人。每一枚地雷的拆除都需要精準操作，手抖一下或判斷失誤，後果就是直接升天。心理素質是最關鍵，面對隨時可能爆炸的地雷，他們得冷靜如冰，專注如激光。排雷兵還得掌握急救和野外生存技能，比如如何在受傷後快速止血，或在雷区迷路時找到安全路徑。這些技能不僅是工作需要，更是活下去的保障。他們的努力不僅救人於當下，還為未來鋪平道路。比如在像柬埔寨、波斯尼亞這樣的戰後國家，排雷兵清除了數百萬枚地雷，讓土地重新煥發生機。他們的貢獻是隱形的，卻無比偉大，直接關係到無數家庭的幸福和國家的復興。第2名，鱷魚鉸手。鱷魚鉸手是動物界的格鬥王，
他們的工作是用赤手空拳與兇猛的鱷魚近身肉搏，展現驚心動魄的表演。這可不是在動物園裡餵餵小動物，他們得直接面對張着血盆大口的鱷魚，隨時可能被咬成鱷魚便當。主要活躍在像美國佛羅里達大沼澤地這樣的地區。鱷魚交手不僅是為了遊客表演，更承載了塞米諾爾 （Seminole） 和米克蘇基 （Miccosukee） 等原住民的文化傳統。從生存技能到旅遊表演，這份工作危險到讓人頭皮發麻，堪稱膽量與技術的巔峰對決。鱷魚交手的工作環境簡直是地獄級試煉場，充滿了致命的危險和挑戰。鱷魚的咬合力驚人，一口下去能達到數千磅，足以咬碎骨頭、撕裂肌肉。成年鱷魚可長到約4米，重達360公斤，尾巴一甩能把人抽飛，水裡更是滑不溜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拖入水底。表演場地通常是泥濘的池塘、潛水坑或露天競技場，地形濕滑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摔倒，讓鱷魚占了上風。在佛羅里達的炎熱氣候下，交手得頂着高温和湿氣作業，汗水滴進眼睛都可能導致致命失誤，更別提鱷魚的反應速度快如閃電，頭部能180度轉動，攻擊範圍大到防不勝防。像肯尼·塞普里斯 （Kenny Cypress） 這樣經驗豐富的交手，曾在表演中被鱷魚咬住頭部，差點喪命。還有人像詹姆斯·比利 （James Billy） 失去了一根手指，受傷案例比比皆是。鱷魚的舌頭極為敏感，一滴汗或輕微觸碰都可能觸發它猛咬，瞬間進入死亡翻滾模式，扭轉身體，試圖撕裂目標。動物保護組織的批評也讓這份工作備受爭議。他們認為鱷魚在表演中可能遭受虐待，增加了交手的職業壓力。鱷魚交手的年薪大約在6萬美金左右，具體取決於表演頻率和地點。比如在像 Gatorland 或 Miccosukee Indian Village 這樣的旅遊景點，收入可能略高，但這錢真是血汗錢。表演通常持續數分鐘，但每秒鐘都在考驗交手的膽量和技巧。長期與家人分離，住在簡陋的營地或旅遊設施附近，生活單調又充滿壓力。受傷後，恢復期可能長達數月，甚至永久喪失部分身體功能，更別提心理負擔。每次表演都像在走鋼絲，失敗的代價可能是生命。這份薪水背後是無數次與死神擦肩的瞬間。第1名，摩天樓窗戶清潔工。摩天樓窗戶清潔工是當之无愧的高空雜技團冠軍。他們的工作是在數百米高的摩天大樓外牆擦洗玻璃，讓城市天際線閃閃發亮。別以為這只是擦窗戶的簡單活，他們吊在一根繩子上，腳踩一塊窄小的踏板，面對萬丈深淵，每一次擦拭都是對膽量和技術的終極考驗。他們不是在地面洗玻璃，而是在雲端與死神共舞，堪稱最硬核的清潔工。從紐約的帝國大廈到迪拜的哈利法塔，這些高空勇士用生命為城市增添光彩。你敢站上幾百米高的踏板試試嗎？摩天樓窗戶清潔工的工作環境是高空煉獄，危險係數直接拉滿。他們靠一根安全繩和吊籃懸在數百米的高空，風一吹就像在跳空中华爾茲，強風能把人吹得像風筝一樣晃，稍不穩就可能撞上大樓或失足墜落。繩索的質量至關重要，一旦斷裂或磨損，後果就是直墜地面，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。極端天氣是家常便飯，暴雨讓玻璃濕滑，暴雪凍得手指麻木，高溫曬的人頭暈眼花，但工作不能停。紐約曾有清潔工因大風被困在帝國大廈91樓，吊籃劇烈搖晃，救援花了數小時才完成。清潔工具和水桶的重量加重負擔，稍有不慎掉落，可能砸到地面行人，責任重大。高空作業還得面對恐高症的心理折磨，普通人光看一眼就腿軟，他們卻得硬着頭皮幹。數據顯示，摩天樓清潔工的死亡率雖低於礦工或漁民，但每10萬從業者中仍有約10人因墜落或設備故障喪生，風險極高。摩天樓窗戶清潔工的年薪大約在5萬美金左右，
具體取決於城市和樓宇高度。像迪拜或紐約這樣的大城市，收入可能略高，但這錢真是命懸一線賺來的。他們每天得在高空工作數小時，體力消耗堪比攀岩運動員，長期暴露在風吹日曬中，皮膚老化、關節痛等職業病找上門，心理壓力更是巨大。每次上工都像在挑戰恐懼極限，回家後還可能做噩夢，夢見自己從高樓墜落。更別提生活的不便，住在城市邊緣，通勤時間長，收入跟高風險完全不成正比。這份薪水是用膽量和汗水換來的，普通人想都不敢想。摩天樓窗戶清潔工需要超人般的綜合素質，技術上他們得精通繩索操作、吊籃維護和安全裝備使用，繫繩結、檢查設備、調整吊籃，每一步都得精準無誤。擦洗玻璃時，手要穩，動作要快，還要確保不留水痕。技術含量不亞於精細工藝，體能要求極高，長時間懸吊需要強壯的核心肌群和手臂力量。心理素質更是關鍵，面對高空恐懼和強風干擾，得保持絕对冷靜，像禪修大師一樣專注。他們還得學會緊急自救，比如繩索卡住或吊籃故障時，如何安全返回大樓。培訓過程嚴格，需通過高空作業認證，但實戰中的挑戰遠超模擬，稍有疏忽就是致命後果。好了，看完這10大最危險職業，是不是覺得自己的工作超幸福？這些勇者每天都在拿命拼生活，真的要給他們拍拍手。記得按讚加訂閱，還有別忘了分享給朋友。下次想看什麼，留言告訴我哦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